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上了公司内财名单后，我摆烂了，财务报表不做，甲方爸爸不见，领导谈话不听。后来实习生采取00后整顿职场，财务报表做出花，甲方爸爸被他们对成王八，公司眼看着就快要完蛋了。董事知晓后点名要我接待，我一把搂上去，哭得眼泪带鼻涕。爸，咱家公司都说不要我了，还要我出手帮吗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周一上班，左脚还没踏进办公室，我就在电梯里听到了同事正在议论。听说了吗？最近总公司下指标了，马上就要开始大裁员了。听说不仅要裁薪资太高且不同意自己主动降薪的人，还要裁一些拿着工资却不给公司创收的人呢。那咱们这种小鱼小虾应该不会有事吧？我们这种天天拿着死工资上班都被迫997的人，总不可能被裁了吧？我听着不以为然，随即只淡然回应一句：怕什么？公司难道还会看不见我们的努力吗？裁员也不一定会裁到我们吧？的确，我来公司实习3个月后，凭实力刚转正没多久，甚至才升项目组组长，屁股都没坐热，每天上下班准时打卡，从不迟到早退，业绩不说是最好的，但肯定不会是最差的。拿着与我努力程度相匹配的工资，做着超越我体力的活，公司减重怎么可能会把我裁掉？琪琪，听说公司内裁名单都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刚到工位，屁股还没坐热，同事周周就突然主动凑了过来，同我讲着公司内部裁员的悄悄话。我点击保存刚刚才做好的财务报表，漫不经心地斜睨了他一眼。周周，你客户资料整理好了？周周一听，语气顿时弱了下去。还没。我看着他，劝未开口，我们就做好我们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公司总不可能会把我们给裁掉吧？不用担心。我话还没说完，管人事的珊迪姐立马就当众点了我的名字。刹那间，周围同事讨论瞬间晋升，脸顿时都不约而同地沉了下来。所有人都在心里知道，裁员第一步就是人事约谈。人事办公室里，我和人事经理珊迪迎面而坐。琪琪，经公司研究决定，你也是这次公司内裁名单上的人，这个月还有10天，等做完这10天，你就可以领工资走人了。珊迪姐说着，顺手就将公司打印下发的内裁名单递到了我的面前。看着面前名单上徐琪2个大字，我的心顿时如坠冰窖。公司为什么要裁我？我才刚转正没多久啊，也不是业绩最差的吧？更何况我才刚刚帮公司拿下2笔大单，公司这么快就要对我过河拆桥，翻脸不认人了吗？想起我早上才和同事大谈阔论，像我们这么努力的员工，公司怎么可能会对我们翻脸不认人呢？可如今我面前的珊迪姐一听我在狡辩反对她，语气立马就冷了下来。徐琪，你也要体谅公司，对于你这种刚刚转正的实习生，并不能带给公司太大的创收，公司当然不会继续留着你。珊迪姐这话一语双关，什么叫做没有太大的创收？我顿时就被气笑了。难道拿下2笔1000万以上的投资还不算太大的创收吗？话落，珊迪姐被我的话哽住了，脸色十分难堪。见状，我却是主动追击，更何况公司要裁我，难道连最基本的裁员赔偿都没有吗？珊迪姐一听，脸色更阴沉了。关于劳动赔偿，
公司不是说了让你干完这最后的10天，然后还会出于人道主义给你补全这个月的工资吗？不然你现在走的话，1分钱都拿不到，你知道吗？珊迪姐满脸不屑一顾，仿佛我们新人的命就不是命，语气更加轻蔑，孰轻孰重，你自己考虑好。说完，珊迪姐转瞬就继续叫下一位了。我知道，不管我同不同意，这都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。从人事办公室出来后，我的心路历程一路直下，脸上沮丧的表情也更加挂不住了。同事周周见状，一把就凑了上来，主动问候我：琪琪，你怎么了？珊迪姐和你说什么了？听着，我拿着手里还热乎的内裁名单，顺手就递给了他。周周一看，脸色顿时就变了。没错，我被裁了。回到工位后，同事们都在小声议论着我。听说徐琪都被裁了，你们知道吗？真不知道他早上还得意个什么劲。没有硬关系，一个刚转正的实习生，就算升了组长，仅凭这点就想继续留在公司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说起来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和他一起进来的实习生宋婉，人家现在可是又要升职了呢。听着，我的面前突然就被人甩过来了一份文件，差点就直接拍我脸上了。徐琪，这份财务报表你做一下。宋婉满脸神气，正颐指气使地使唤着我。我一听，顿时来了火气。凭什么你来使唤我？宋婉闻言，撅起嘴巴，就是出言来嘲讽我。怎么，你还不服？我现在都是要升总监的人了，难道你敢不听我的话？宋婉说着，身旁的同事们立马就凑了上来，主动殷勤地巴结她。婉姐，不就是财务报表吗？我们也可以做呀。就是，我们难道会比他徐琪做的差吗？宋婉一听，理直气壮地扬起嘴角，反驳一句：我就要他徐琪来做。宋婉说着，目光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眼神不言而喻。我听着不免轻蔑一笑，我都被裁员了，凭什么还要帮你做？宋婉听着更加呵呵一笑。徐琪，想当初你不是很嘚瑟吗？说迟早有一天要超过我的吗？怎么现在连组长的位置自己屁股都没坐热，就要被迫滚出公司了？宋婉看着我，脸上的表情却尽是嘲讽，主动巴结他的同事也都在此时尽数向我投来鄙夷的目光，仿佛在这一刻，我只能无力地被他们踩在脚底，无情碾压。我和宋婉几乎是同一时间进入公司的，只不过如今我都要被公司裁员了，他却是一路畅通无阻，几乎都快升总监了。这可真是同人不同命啊！看着他，我却知道他爸是公司行政，如日中升也是有据可循的。这件事，宋婉当初从一进公司就主动告诉了我们所有人。因为他爸的关系，宋婉没少在公司里使唤人，不是今天让别人做财务报表，就是明天让别人帮他去应付客户的，最后的提成和功劳还都算在他自己头上。公司看着宋婉如日中天的业绩，自然更是乐意包庇他往上升，可我却是听笑了，一把爽快答应。不就是个财务报表吗？我给你做。周周一听，连忙拉我衣袖，他这是来故意找你的麻烦，你还撞上去干嘛？我听着拍了拍周周的手背，别担心，我都要被公司裁员了，干一票大的。怎么了？的确，这个公司我只能再干最后10天了，又何必那么认真呢？宋婉一听，我立马就干脆答应了，还不忘主动冲周遭的同事炫耀，你们看看，人家徐琪都快要被公司裁员了，还知道帮我做事，这可真是懂事的好员工啊！宋婉这番话听着是吹捧，实则是讽刺。
我这么一个老实本分的员工都会被辞退，那别的同事更不要痴心妄想的去和他宋婉竞争了。果然，背靠大树就是好乘凉。我当初怎么就没有想明白呢？替宋婉接下做财务报表的任务之后，我随即就将刚刚最后一次认真做好的财务报表提交了上去。一旁的周周狐疑地问我：“琪琪，你真的要给他做吗？他明显就是故意来找你难堪的。要是到时候你没做好，恐怕又少不了他的一顿嘲讽啊！”我听着，却是点开了宋婉刚发给我的财务数据附件，准备动手了起来。周周，我都是一个快离职的人了，发个疯也不过分吧？周周一听，满头雾水，可我却是笑得猖狂，手上动作不停，连键盘都快敲得冒烟了。这真的是从未有过的，做财务报表的酣畅淋漓呀！想当初，公司财务报表都是我兢兢业业、废寝忘食，得连着做1-2个通宵，才能勉强天衣无缝通过财务总监的谨慎核查。可现在不出半个小时，我的财务报表就做好了，我甚至连检查的步骤都直接省掉了，闭着眼睛就点了提交。公司所有人都知道，宋婉就是个绣花枕头，徒有长相，没有能力。他之所以明目张胆地让别人替他做事，就是因为他自己能力不过关，还背靠他爸，没有人敢轻易得罪他。要是没有他爸这层关系，他又怎么可能会进公司？到了最后，公司裁掉的反而是我们这种老实本分、看起来不靠关系的普通人。不过没关系，我都要离职了，还怕他爸？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我的财务报表才刚提交，宋婉就连忙给打印了出来，准备亲自交给财务总监进行最后的核查。同时我也知道，仗着他爸的关系，他更加不会去检查，他满脑袋就是想要拿着我做的财务报表去邀功，让财务总监在上面夸赞他，好让他继续升职加薪。毕竟这种事他轻车熟路，可没少做。只不过宋婉才刚进办公室没几分钟，茶杯破碎的声音陡然响起，财务总监那几乎能杀死猪的嗓子在骤然响起：“宋婉，你们家团建一次能花800万，买一杯水竟然又花了88万。”财务总监是我们公司里出了名的火爆脾气，他可不看宋婉他爸的关系，在公司里，财务总监甚至还是特立独行的存在呢。不仅如此，公司上层反倒还要主动巴结讨好他呢。2条腿的员工好找，可是长着4只眼睛的财务总监却是难找啊！少了他，公司的财务流水恐怕都得立即停滞。由此可见，财务总监此刻该是多么生气。只不过我坐在工位上面还没高兴一瞬，财务总监玉姐却是突然冲我的方向吼了一嗓子：“徐琪，你给我进来！”糟糕，难道是宋婉把我给卖了？我不敢相信，宋婉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骨气了？刚踏进玉姐的办公室，迎面而来的便是宋婉铺天盖地的哭声：“总监，您可千万不要怪琪琪，她也是好心想要帮我，但没想到她的能力竟然这么不行。”宋婉哭着，无形之中就把黑锅甩给了我。我听着也不着急辩解：“玉姐，怎么了？你找我来，我也哄不好宋婉啊。”玉姐一听，却是连忙变脸：“徐琪，你还狡辩！”宋婉一听玉姐要开始质问我了，连忙哭得更加带劲了：“玉姐，琪琪她都要被公司辞退了，您就别怪她了，有什么错我都替她担着吧。”宋婉说的倒还真的挺像是总监该有的做派，可玉姐一听却是目光狐疑地看着我：“什么？你被公司裁了？”我和玉姐对视一眼，点点头。
公司说我没创收，让我干完最后的10天拿工资走人呢。那赔偿呢？没有。补助呢？也没有。财务玉姐听着，差点当场火山喷发。玉姐是知道我爸这层关系的，所以对我也只是面冷心热。可一旁的宋婉听着，以为玉姐立马就要对我进行火炮输出了，自己则是找准时机，主动站了出来。玉姐，您别担心，等徐琪走了，马上就会有新的实习生进来，人家一个脑袋可顶徐琪2个呢。到时候财务报表不比他徐琪做得好看100倍。宋婉是懂吹意踩一的，此刻我在他嘴里竟然连小屁孩都比不上。玉姐一听，却顿时黑了脸，你自己连个财务报表都做不好，你还好意思和琪琪比？宋婉明显是没预料到玉姐为什么会突然责怪她，只是眼泪像不要钱一样泪洒当场。玉姐，这份财务报表就是徐琪做的呀，和我没关系啊。宋婉此刻十分的想要自证清白，可却是越描越黑。琪琪的能力我是知道的，你是在说他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吗？我在一旁听着，憋笑都快憋出内伤了。恐怕宋婉想破脑袋都不会知道，玉姐就是我曾经的财务老师，她亲自教我的财务，难道会出错？宋婉闻言依旧一脸不服，徐琪都要被公司裁员了，谁知道他是不是在故意报复我们呢？玉姐，你可千万别轻信他的话呀。可我自始至终都没为自己辩解过一句，我只是竭尽全力控制住自己，才没让我自己点头承认宋婉的猜想。财务玉姐却是主动帮我澄清，就你自己这3脚猫功夫，难道你自己还不清楚吗？琪琪要是连这点事都做不好，才可能会被裁掉吧？谁知道是公司哪个总瞎了眼，竟然要裁掉徐琪。玉姐这性格还真是火辣得很，当场就对的宋婉又哭着出去了。临走之时，玉姐甚至都还在关心我，要不要我给你爸打个电话？我摇摇头，连连否认。我倒是想要看看他们在我自己家的公司，难道还能翻天不成？从财务玉姐的办公室里出来之后，宋婉被批评的事情顿时传遍了整个部门，所有人都在安慰宋婉，却转头过来就主动指责起了我。徐琪，难怪你会被公司裁掉，竟然连个财务报表都做不好，都已经上公司内裁名单了，还想着报复公司，是想企图挽回公司那对你根本就没有的情分吗？真是可笑啊！也不看看现在光是能接替他的实习生就不计胜数，难道公司还真就缺他一个徐琪不成？听着，我却是在心中冷笑，想要接替我？周周担忧的眼神紧盯着我，语气关切。琪琪，要不你还是算了吧，这样做下去，要是被公司针对了，你以后可怎么办？我笑笑，要是我现在都不反抗，我才真的没有以后呢。我安慰周周，不就是接替我吗？让他们尽管来试试。果然下午，人事经理山迪就通知我，马上就会有实习生来接替我的位置，让我和他们简单做个交接。我听着，却是转手就拨通了张总和王总的电话。张叔、王叔，你们手里的投资暂时先放一放呗，我这里出了点问题，恐怕得等等喽。张叔和王叔一听，不仅满口答应，还在关心我手头出了什么问题，需不需要帮忙。我却是笑着回答，等什么时候是我亲自来找你们签合同了，你们再和我签就成。在此之前，其他人来，你们尽管看着办就行。张叔和王叔作为多年的商场老狐狸，自然是满口答应，甚至还特意问候了我和我爸。直到这时，我才想起来，我还有个董事长爸爸。
当初我爸让我进自家公司，说是让我直接空降副总裁，可我却是自信推辞。凭我自己的能力，难道连个副总裁都干不出来吗？我爸笑了笑，没有反驳我，只是交代我遇到麻烦就给他打电话。事到如今，我的副总裁之路还没开始，就要被迫终结了。就因为不靠关系，靠能力，就要被公司给无情裁员淘汰吗？我不服，我就不信了。公司把真正有能力的人都给淘汰了，还能正常运营下去吗？下午，实习生来了，听周周说，这是人事经理山迪特意向上面提出的新方案，就是用低薪资、质量高的新鲜实习生血液来替换我们这些进入公司没多久，准备要升职加薪的老人了。这样公司就能最大程度的减重减负，从而更好的发展。听着我都觉得这是在扯淡，但我忍着，只是耐着性子教导实习生，你们知道进入公司第一步应该做点什么吗？实习生们满脸不屑，我才说一句话，他们就说了10句。阿姨，你有没有搞错呀？现在又不是旧社会了，谁还要学习你们老一套啊？就是啊，阿姨，你看看你，都已经转正好几个月了吧？脑细胞估计也消耗的差不多了吧？还在这里丢人现眼吗？我听着，倒也不急着去反驳他们。我们00后，自然有我们00后的上班工作方式，这就不劳烦阿姨您操心了。我笑笑，就连我自己听着都忍不住为他们拍手叫好。既然如此，那甲方爸爸就让你们去替我见吧。实习生们连连点头，中指和食指轻松拿捏住，紧接着向我比了个 OK 的手势。这难道不是有嘴就行？我听着什么话都没说，只是拿起挎包就去找了多日没见的闺蜜聊天喝下午茶。什么？琪琪，你被你自己家的公司给辞了？闺蜜雅雅一脸不可置信，但随即却又没忍住笑出声。你在你自己家的公司不靠关系，靠能力，反倒被裁员了？你真的？我笑死。闺蜜一副笑得人仰马翻的状态，我打住她，谁让公司说没有我，他们也能照样运行下去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今天直接让一群00后来替我整顿职场了，连我都差点被他们给整顿住了。闺蜜一听，一脸的不敢相信，语气却是心疼我。想当初你能做好财务报表，还是你爸请了国内外知名的财务老师来没日没夜亲自教的你。你去拉投资，也是你爸指明了不准打着他的名号。我可是看着你足足跑断了3双限量版高跟鞋才拿下来的，不是？这群实习生凭什么？闺蜜主动替我打抱不平了起来，我却是笑意盎然，主动的在刷着手机，有一搭没一搭的回了她一句，可能是勇气唱多了吧。闺蜜听着差点没憋住，的确，我是一个不靠关系，只想靠能力的商二代。在公司里，我恪尽职守，勤奋努力，可最后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我和闺蜜正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，诉着苦，直到我的手机屏幕突然亮了起来，是张总和王总都来问我，琪琪，怎么你们公司安排和我们对接的都换人了？我看完回了句，公司内部调整，张叔、王叔，你们就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办。张叔和王叔回了我个 OK 的手势，可没一会儿，他们就都不 OK 了。琪琪，你们公司的人都这么任性吗？接到张叔的电话，我还是一脸发懵。张叔接着继续控诉，想要让我们签合同投资，不仅他们自己迟到就算了，甚至还说什么00后整顿职场，让我们爱投不投。他们可不伺候我们这种自以为是的投资商，
还说我们有着2个臭钱，就企图买下他们的自由。不一会儿，张叔话还没说完，王总的电话就接踵而至。我真服了这群老六，奇奇，他们竟然说我是卖咸鱼翻身的暴发户，还问我要不要和他们一起搞正经事业。请问我应该怎么生，才能避免生出这群脑残？我听着，和闺蜜想尽了这辈子的伤心事，才强忍住没有笑出声。张叔和王叔说到这，心里的怒火还没完全平息，随即我们3个人就拉了个群聊。王叔和张叔同时在群聊视频里控诉，他们的脸都快皱成川字形了，可见被气得不轻。于是我只能好言好语地安抚他们的情绪，毕竟这也是我曾经辛苦跑下来的客户，不能白白被他们糟蹋。只不过我才刚刚安抚好这边的客户，周周又立马给我发来了消息：琪琪，财务玉姐又发飙了，那群实习生竟然玩转了财务报表。听着，我连忙就拨通了周周的电话，电话那头还隐约响着玉姐发飙的声音：琪琪，你是不知道，这群实习生居然当场跟着短视频教程来做财务报表，不仅错误百出，还死不承认，竟然和玉姐拌嘴，说公司养着他这个财务总监，不就是替他们收拾烂摊子的吗？这下玉姐正在发飙，都快要杀人了。我听着不禁在心中冷笑一声：好的，周周，谢谢你告诉我，不过这都和我没关系啦。既然公司说实习生一个顶俩，就让他们成双成对去承接玉姐的怒火吧。话落，我把电话挂断，又主动同闺蜜讨论起来，待会一定要去拿下那只限量款包包。闺蜜见状，眨巴着眼睛，更加不敢相信：你还是我认识的徐琪吗？我看了她一眼，怎么了？难道我就不应该有一点自己的空间和时间吗？闺蜜闻言，觉得我说的有道理，却还是主动提醒我：那可是你家的公司啊，你真就不急？我笑笑，还没来得及和闺蜜说明缘由，我的电话铃声就突兀响了起来。我一把接通，电话那头却响起往日熟悉的声音：琪琪呀，你还没有办理离职吧？人事经理山迪很是突然地给我打来电话，可我却是看得明白，回答他：暂时还没有呢，我正在和闺蜜喝下午茶。山迪姐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事，我就要去逛街了。电话那头的山迪姐一听，语气顿时就急促了起来：琪琪，你看，最近公司出了点状况，你能不能回来帮个忙啊？山迪姐的语气十分卑微，但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。我抓住她话里的漏洞，忍不住反问她：我帮公司把这次的麻烦给解决了，那公司是不是依旧还会过河拆桥，翻脸不认人啊？我可害怕的紧呢。要不我还是不回来了吧？论阴阳怪气，我还没输过。电话那头的山迪姐明显就是被人催促得更加不耐烦。徐琪，只要你回来，条件随便你提，这是山迪最后的底线，但不是我的。我呵呵一笑：山迪姐，既然你决定不了的话，不如让能够决定的人来给我打电话吧。话落，山迪还没反应过来，我就直接把电话给挂断了。这是叫整顿职场吧？不错，我挺喜欢的。闺蜜见状，眼睛都瞪直了：你傻呀？都说了让你条件随便开，你还不回去？闺蜜劝解我，想让我见好就收，回去算了。可我却知道，不让公司那群天天坐在办公室里不费吹灰之力，只动动嘴皮子就能拿到我爸钱的人知道，没有真正有能力的人替他们鞍前马后的做事，他们一分钱都拿不到。电话刚挂断，手机里就弹出了今天的热搜：
竟然还正好就是我所在的公司。热搜上赫然挂着的就是公司最新丢失2笔大投资的消息，公司融资受阻，甚至与此同时，公司被爆出疑似有偷税漏税的可能性。至于为什么，闺蜜递给了我刚刷到的由公司实习生拍摄的工作视频。他们不仅在视频里大放厥词，要00后整顿职场，甚至还拍摄那些对着短视频现学制作财务报表的娱乐视频。眼尖的网友自然能够看出，公司的财务报表或将存在极大的问题，偷税漏税也在所难免。不仅如此，公司的公关宣传还一直都握在宋婉那个蠢货的手里。他不仅不出来澄清，甚至还在公司内部群里公然宣告，让大家都去网上评论炒热度。用他的话来说，这是给咱们公司上热度啊！只要热度上去了，流量就来了，流量来了，投资就来了呀。可我知道，这只是他自欺欺人的笑话罢了。到时候热度上去了，流量来了，恐怕断的就不仅仅是投资了，税务局的人可能也要来了。眼看着这群没有能力、空有一腔激情的人在公司里为所欲为，折腾的公司都快要完蛋了。就连我爸的电话都打到我这里来了。琪琪，分公司怎么回事？怎么还上了热搜？我假装不知道，我也不清楚啊。公司又不归我管。我爸听着，想想也是，行吧，下午我会到分公司，到时候见面说。我听着，主动答应。我爸都要来了，看来这场好戏该结束了。我和闺蜜收拾东西，准备继续去逛街，可闺蜜却拉住我：琪琪，你真的见死不救啊？那可是你爸将来要交给你的公司啊！闺蜜始终都在替我捏一把汗，我却是胸有成竹地回答她：别急，他们还没来求我呢。闺蜜听着，满头雾水。刚刚不是那个什么人事经理打电话来求你回去了吗？他职位太低，能算求吗？闺蜜不解，但总归是由我自己做主。她主打一个陪伴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我和闺蜜才刚走出咖啡店，一个未知号码就打了过来。徐琪，我是公司行政宋朝，作为山迪的上级，我现在希望你回来，帮助公司共度难关。我听着，轻蔑一声：宋总，要是我没猜错的话，要采我的主意是您提的吧？对面的人顿时哑口无声。我却是继续出击：宋婉是你的女儿，你想帮她铺路，所以就想把我裁了。您说我说的对不对？宋朝没说话，只是叹气。公司现在遇到麻烦了，你难道就真的打算见死不救？我笑笑：当然不是了。宋朝闻言，瞬间语气转和：那你快回来吧，我保证，只要你回来给公司解决掉麻烦，没人能让你走。宋朝尽管是来找我回去解决问题的，但他的态度却是依旧傲娇得很，和宋婉几乎一模一样。不好意思，我最讨厌这种了。宋总，这就是您求人的态度？我反问一句，还没等宋朝回话，只留下一句：要我回公司可以，但是你得亲自来接我，并当面向我道歉。这下就连乳腺都瞬间通漏。电话挂断，我却是冲闺蜜笑了笑：好了，包包下次再买，我回去整顿一番职场。闺蜜苦笑一声，随即向我竖了个大拇指。赶到公司的时候，宋婉正在大显神通，连个财务报表都做不好。你们是来吃干饭的吗？还有你们几个，什么00后整顿职场，你们是灵山来的猴子吗？是来给我搞笑的？投资都黄了，财务报表也没做好，公司都快被你们给整倒闭了。你们知不知道？宋婉浑然一副总监的模样，正在不断训斥着那群实习生。
眼看着我正站在不远处打量着他，宋婉随即插起双手，甚至看起了我的热闹。徐琪，你都要被公司裁员了，你还回来干什么？我听着，淡然回他一句：是公司叫我回来的，你有意见？宋婉一听，轻笑一声：没有你，难道公司就真的会倒闭吗？你未免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吧？到底是哪个没眼光的，竟然叫你回来？我听着，并不急着反驳他。宋婉以为我是几天不见，更好欺负了，于是更加肆无忌惮。怎么，被我说中了？你不会以为公司缺了你，就真的运转不起来了吧？你看看，现在没有你，公司不也在我的带领下运行的挺好的？说着，所有人狐疑的目光都放在了宋婉的身上，仿佛在看一个小丑。公司的状况，现在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，好不了一点儿，哪里来的运行平稳？宋婉见状，还想继续嘲讽我，可紧接着一个冰凉威严的声音骤然打断了他：我就是你说的那个蠢蛋。宋婉闻言，脸都绿了。爸，您怎么来了？宋婉他爸看了我一眼，眼神极其凌厉，毕竟我要让他当众求我，并且向我道歉来着。宋婉抓住机会，连忙向他爸告我的状：爸爸，他就是一个被公司裁掉的员工，不知道又回来干什么，可真不要脸！您干嘛要为了他骂您自己啊？宋婉连忙开口讨好他爸，可我却是见状笑出了声。宋婉，你该不会不知道，是你爸请我回来的吧？听着，宋婉的笑容顿时凝固了一拍。宋婉他爸却是主动走了过来，狠厉的目光放在我的身上。你就是徐琪，还想要让我求你回来？我点点头，不以为然道：我就是被你给无缘无故裁掉的，你说呢？宋婉他爸则是听笑了：公司就算没有你，你以为真的就不能继续运行了吗？我笑了笑，不禁为他的这番话拍了拍手。宋总，据我所知，现在去找一个像我这样熟悉公司流程的人，恐怕不会太容易吧？更何况张总和王总的投资也是我去谈下来的，没有我，您觉得他们还会继续投给我们公司吗？说着，我主动甩出来了张总和王总都说只愿意为我投资的聊天截图。宋婉和他爸听着，脸色不禁更难看了。可我却是继续，包括公司的财务问题，要是我不回来，那你们被税务局介入稽查只是迟早的事。至于为什么，我笑了笑，主动请出了财务御姐。御姐大手一挥，其是我一手调教出来的，要想尽快恢复公司财务流水记账，还真得她和我一起，或许还有希望，不然公司就等着被查倒闭吧。御姐这话，没人敢轻易当耳边风，可宋婉却依旧不服。那又怎么样？大不了就找别的投资商，把你们两个都给裁了，再重新找财务，不就好了？宋婉这话，差点把他爸给当场气晕。要是没他爸这层关系，就凭宋婉这智商，恐怕他早就被公司踢出局了。怎么可能会留到今天？宋婉他爸听着，依旧一副居高临下的上位者姿态对我：你要是能帮就帮，想要我求你，没门。宋婉他爸不愧是领导层，就是有骨气。可这又有什么用呢？我听着只是笑笑。你就不怕总公司追你的责？宋朝轻笑一声：这么多年总公司都没有派人来过了，我怕什么？再说我手里有公司的股份，公司又怎么可能重罚我？倒是你才要好好担心一下你现在的处境吧。宋朝满脸自信，仿佛我家的公司就像被他轻松握在手里一般，了如指掌。我听着，拿起始终握在手里的手机：爸，你都听清楚了吗？不一会儿，
我爸带着几个穿着一身黑的保镖就从电梯里走了出来。我爸这架势，这么多年了，还整得像个黑帮一样。不过此时此刻的确有用。宋婉和他爸吓得腿都快抖成筛子了。董事长宋朝满脸不敢相信，我却是走过去挽住我家老头的手掌，软乎乎开口：“爸，您看看，您的分公司在这种人手里，难怪会上头版头条。”我爸听着，无奈苦笑一声：“要是当初早点交给你了，也不会有今天这档子事。”我听着，无奈摊摊手：“咱家公司都说不要我了，难道我还要出手帮？”我爸被我气得不轻，紧接着就把气都撒在了宋婉和他爸的身上，顺带还有几个一直在嚷嚷着要00后整顿职场的实习生身上。他们都被我爸给统统裁掉，无一例外。我只留下了一些我认为有必要留下来对公司有用的员工。至于那些烂鱼烂虾，我上位之后直接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，不再以职位论薪，而是以能力论薪。能力越大，薪资越高。没有真本领的人，真别给我占着茅坑不拉屎。这下好了，激励一番后，甚至我都没提想要改革上班机制的事情，员工们就自觉加班998了。看着这一切，我很是欣慰。我爸则更加动容，考虑下，明年家里还有10几个分公司，就都交给你了吧。我爸这话不是商量，而是通知啊！我的天，怎么裁员，反倒让我的工作越裁越多呀！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